你亲手扶持一代女帝，可她上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了你。但是行刑之际，敌国国主却拿国宝做交换，救了你性命。女帝是做梦都没想到，你到异国不但多了个杀手组织天机楼，还文武双全，胸为恼怒，下决定开战。而这消息传到大秦后，百官们震惊惶恐，大唐本就兵强马壮，而他们秦国又没了神器，该如何对敌呢？西凉王董坤冷哼一声：“陛下，这大唐怕不是冲着大秦来，而是冲着并肩王来的吧？不如将萧凡交出，如此也可避免大唐因此与我大秦交恶。”一听此言，众臣们议论纷纷，说的有理。之前大唐虽然与大秦相邻，却井水不犯河水，都是萧凡来了才有这么多祸端。龙笑笑皱眉：“西凉王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牺牲我大秦并肩王，换取一时和平，亏你说得出口。这次并肩王，下次叫谁出去？西凉王嘛？难道没有萧凡，大唐就永远不会向我们开战吗？”这话若当作棒喝，不少心有埋怨的朝臣惊醒。大秦与大唐毗邻，若对方真有统一九州的想法，开战是迟早的事儿。于是乎，大秦国上上下下开始动员准备战争。与此同时，大燕皇宫内，皇帝温秀元捋了捋胡须，点了庆幸：“还好秦国拒绝了与我们联姻，不然这次我们也会被波及。”可太子温夏木皱眉：“父皇，萧凡恐怕是一大变数，有他在，会不会？”温秀元笑了：“木儿，这萧凡再厉害，也只有一个人，单枪匹马，如何应对千军万马呢？”另一头，魏国女帝龙若雪看出，她说九州动荡，他们这种小国只能依附强国，不如趁这次抱下大唐大腿。于是乎当场宣布站在大唐这边。大秦百姓一片惶恐，以往他们手持昊天镜有恃无恐，可如今手持空空如也，该怎么应对呢？原先消失的民怨再次沸腾，当初就不该将萧凡换回来。就是，因为他们，我们不仅失去昊天镜，现在还要面临国破家亡的风险。而在这样的压力下，你挺身而出，主动请战领兵，陛下清楚，我会将玄威亲手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。龙笑笑沉默不语，许久后才说了一声：“好。”你愣住了，陛下可信得过我这异国人吗？龙笑笑气势猛然暴涨：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你且安心去吧。”而就在这高压之下，九州中却有国家反其道而行之。没错，大周又一次派吏府出使秦国。吏府直言：“我是领了女帝瑶汐之命前来，提供大量粮草和帮助协防，驰援并肩王。”文武百官渐渐惊愕，这话说得很明白，大周此举所谓不是秦国，而是萧凡一人。龙笑笑闪过一丝不悦，大周分明没死心，但还是借鉴好意。很快出征日越来越近，你挂帅的消息一出，除了大周，其余各国纷纷嘲笑，甚至包括秦国内部。纵然他们承认你的确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文武奇才，却并不意味着从未上过战场的你能够抵御大唐铁骑。郭天一更是笑出声：“嘎嘎！”秦国女帝昏庸之极，萧凡不过奸佞小人，此前不良人所行的也不过是上不得台面的龌龊之事，岂能和战场对垒相提并论呢？这秦国女帝与陛下相差甚远，孙威坦然接受了这奉承，舒服。本以为那龙笑笑有多厉害，现在看来不过是个色令之婚的普通女子罢了，简直枉为帝王。叹息一声：“龙笑笑，你太令朕失望了，这人不配为他对手。徐峰来，末将在。朕命你此次挂帅，率领10万部队，给朕拿下那大秦边关。”是，玄威是真的舒服呀。萧凡，没想到你还给朕这么一个惊喜，能将龙笑笑迷惑至此，到时候大秦城破，就留你一命，算是嘉奖吧。另一头，你带8000兵马出征，可行军不过10里地，他们就怨声载道，因为他们本身就对你不满，一个江湖草莽，受女帝宠幸的小白脸而已，凭什么领导我们？而且出征之前还让天机楼亲信从大秦国内收集了大量的硫磺、硝石和碳，本来装备辎重就不少，还带这些无用的废物作甚，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多带点粮草，果然是个不懂打仗的门外汉。而且自从离开咸阳后，你一路急行军，劳累下将士们怨言迭起，为了避免不服众的情况，将军满谷也随行前来。他皱眉，根据探子所报，大唐军队昨日才出发，我们这么急行军，等到城内也没战斗力了，元帅此举是否太过鲁莽呢？你呵呵一笑，3日后你便知晓。果然，等大家累死累活到了边关后，仅仅半日，大唐部队便大军压境，将士们纷纷后怕，要是他们有那么一刻松懈，就无法抵达。事实上，早在大军出发前一日，天机楼就已经得知大唐秘密出兵的消息。至于将军满谷收到的那些，都是大唐放出的假情报、烟雾弹，这些套路你太熟悉了。不过，很快新问题出现，那就是至今为止，粮草依旧尚未抵达。根据情报，是行至一半遭土匪打劫，全被抢了。而运粮官正是西凉王董坤的部下，目光发寒，堂军队居然能被盗匪抢了粮草，先将消息压下去。
是，可消息第二天还是走漏。眼见的部队怨声载道，你转身走进主帅营帐。片刻后，4位黑衣人到来，不良人校尉拜见大帅。你们2个去敌军阵地，将粮草悉数烧毁，可能做到？诺，大帅。你思索片刻，大唐既然已经秘密行兵，为了不被发现，粮草必然在军队后面。你们2人带50人去截获大唐粮草。诺，大帅。满谷皱眉，元帅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运送粮草的必然是精锐，仅仅50人，哪怕天机楼武艺高强也难以成功。可仅仅2个半小时后，地面一震动，山海关的秦兵们似乎听到了几声巨大的轰鸣从大唐军营传来，紧接着就是起火喧闹。又再过了1天，50名黑衣人回了军营，身后跟着一车又一车粮草。满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哪怕是神仙也不行啊！从现在开始，秦兵对你是彻底都服了，再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而与此同时，大唐境内，徐凤来喷出一口老血：“你们都是废物嘛！好端端的粮草就这么被烧了！”士兵们瑟瑟发抖。将军，我们一直都在严加看管，哪想到大营内突然发生惊天爆炸。将士们第一次见这场面都吓坏了，以为是天雷落下。随后营内就烧起大火，而这时又有一个士兵闯了进来，急忙忙还摔倒在地。陈和低头：“不好了，将军，粮草被劫了！”徐凤来无力轰顶：“你说死吧？有多少人？”“我50人。”“50人？你们竟然50人劫走粮草吗？”“啊！彻底疯狂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”这几日是接连不顺啊。先是秘密行径被发现，他们未能在秦国军队前面抵达边境，紧接着又出了粮草的问题，不行了，必须速战速决，所有人准备攻城。很快，你登上城楼，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军队，脸色一沉，准备投石机，对身后的黑衣人吩咐将东西取来。诺，大帅。于是乎，旁边的将士们就好奇看着天机楼的人将一个个纸包放在投石机上，点燃外面一条奇怪的线，然后猛然投掷。那纸包落在唐军中间，大唐将士疑惑了，将它捡起，什么玩意儿？送礼？结果轰隆一声，一时间高温和烟雾充斥战场，地面震动，唐军人仰马翻。一轮投掷过后，此次攻城战的唐军死伤10有7、8，满谷也彻底呆住了。并肩王，这是什么？炸药。接着你抬手，来人，刷刷2000号黑衣人出现在你身后，腰间还别了那种纸包的缩小便携板，带人前去将唐军全歼。若之前听到你说这话，将士们只会觉得你这白日做梦，可如今大家都知道并肩王所言非虚。没过多久，剧烈爆炸再次响起，连绵不绝，放眼望去尽是尸体与废墟。大唐士兵们早就吓破胆了，将军徐凤来带头逃跑，剩下的4、5万士兵也全都化作鸟兽散。直到这会儿，大家才敢相信2000人击败大唐10万军队居然是真的。满谷终于明白为何大周女帝瑶溪会接连2次想要招揽你，哪怕九州各国和大秦对立，大周也要站在秦国这边支持你，更是赞叹自家女帝的眼光。萧帆一人原来真的可以抵千军万马。当他声中的消息传国内后，丞相蔡京眉开眼笑：“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啊！”并肩王果然不负众望，龙骁笑也喜出望外。另外一头，大唐那边朝会上尽是百官恭维的声音：“陛下，我大唐军队已抵达大秦山海关，攻破只是迟早的事情。”嘎嘎嘎！我大唐10万精锐，秦国只派了1万人，怕是已经放弃了。哎，我大唐陛下圣明，兵锋所向，驱秦国自然只能俯首称臣，随后是些需要还是受用？小凡，你估计已经吓破胆了吧？1万人对10万人，结果毫无悬念，又是在我。可忽然有士兵冲入殿中，猝不及防还摔了一跤，急报！女帝眉头一皱：“成何体统？好好报告！”大理寺卿郭天一提前迈着小步出列：“陛下，估计徐将军已经将山海关拿下了。”“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呀！”徐有这叫笑意怎么都遮不住。嘿，也不一定，大军也才抵达边关2、3日而已。郭天一跟着谄媚：“陛下受天命，我大唐10万精锐得陛下庇护，2、3天拿下山海关不在话下。”又是在我。我也玄微，笑意愈发明显，可能侍卫爬起来后，文武百官才感觉有点异常，这眼眶怎么发红，像是要哭的样子呀？陛下，10万精锐全军覆没啊！陛下，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郭天一沉着声音：“什么？全军覆没？是我们的军队？”等士兵说明白前因后果后，薛猛地跌坐在椅子上，双目无神。怎么可能？区区1万人，怎么可能做到？回想起方才他们的洋洋得意，侍卫说的每一句话都仿若巴掌狠狠打脸。细微只感觉胸口好痛，大唐一个弃子，居然覆灭了大唐10万精锐，这萧帆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没有上过战场吗？
小凡，天际楼炸药，难道他真的不该对那个男人下手吗？噗，一口老血喷出，直接晕了过去。